OK，今天怎么样呢？就我前天晚上就骑着这个我姐留在台湾的这台 RS 啊，在路上就骑着，都有路灯嘛，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很享受着我这个骑车的过程。然后突然这个警察从对向冲过来把我拦下来，哎，怎么样呢？那个头灯没亮，我自己不知道。那有看我直播就知道啊，我上次自己把一台电脑修好这件事情，我现在对我的那个动手能力啊，非常有把握。作为一个德国人，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去找人家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灯泡拔下来，去给人家换。那如果灯泡换了就好了，那也挺好。但如果灯泡换了，它还是不亮，代表还是灯座的问题，绝对不是开关的问题，因为开关小灯是会亮的，虽然小灯有一边也不亮。我发动一下给你们看好了，可以看到右边的小灯是会亮，但是这个大灯不会亮。对，好，所以我现在把它们全部拆下来，然后看一下还要买什么零件来换啊，一样拿出我们的工具箱，然后先看一下，我先拆大灯好了。基本上我觉得大灯下面这边有一个螺丝，把它拔掉，它有可能就出来了。然后小尴尬的是，它这下面是一颗6角螺丝，然后我好像没有工具去拆它，因为它的位置，对，它的位置很尴尬，它在这儿，懂吗？然后它旁边还有一圈这个凸起，所以我的那个活动扳手也帮不上忙。那应该螺丝起子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但是要有一个角度让我的螺丝起进去，但这样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，所以我还是先试试看把这个拔掉好了。如果这个不行，这个拔掉帮不上忙，我再把这个螺丝，我再去买一个扳手把这个螺丝拔掉。然后等一下这个也要拆，这个大生锈的螺丝也要拆，因为它小灯有一个不亮，我想要2颗都换成别的灯泡。好，我先拆。我会发出这么奇怪的声音。原来这样就下来了，看起来这个线是可以拔掉的。OK， 这样我就把头灯拔掉了。好，头灯拔掉之后呢，这个这个灯泡应该是可以单独换的吧？没有道理是整个灯都要一起换的，应该是按然后转就下来了吧？这个头灯怎么少那么多螺丝啊？好奇怪！用手不行，就用工具。好像不太妙哦，没有灯泡出来了。好，所以我刚刚做对了，我吓到了。基本上呢，我觉得看起来灯泡是确定下壳了，但是我刚刚拔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接点好像也有点氧化，但是我觉得氧化的问题不大，我只要给它擦一擦就好了。这个接头的问题是小事，这个接头应该是好的，看起来应该没有太糟，但灯泡确定是坏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灯泡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了？它里面的那个钨丝都已经断掉了，所以基本上我应该换灯泡就好了啊。然后这个背后这个座，所以我要去找灯泡，然后找一个结构跟这个一样的，然后给它装上去这样。然后对，我还要拆这个，好，拆这个。哦，吓到我了，狗狗。嗨，你怎么又跑过来了？你不能过来这里，为什么？奇怪，你打破那个领域了，狗狗，你打破那个领域。好，冷静，我要工作，好不好？我要工作。好，你去回家。晚一点跟你玩，晚一点，我现在没空。对，这是我家附近的一只很可爱的狗狗，很可爱。就挺可爱的。它一般都在外面，它很少走进来，所以最近翅膀硬了，都跑进来了。反正就是看到螺丝就拆螺丝嘛，前面这个面板就1，然后2、3嘛。其实也该拆一拆重装了，它的那个卡扣其实都掉了，你看，我根本就不用拔它就下来了。那里面怎么红红的我姐买到事故车，也没有说二手车其实无所谓。我刚看这颗是亮的，然后这颗是暗的，但我觉得2颗一起换，不然颜色不一样，蛮怪小的。然后这个喇叭是不是可以一起换啊？拆都拆了，我把喇叭一起换掉好了。还是喇叭坏的是按键？如果坏的是按键，我换喇叭也没有意义。但这个喇叭很明显应该是坏了，不然顺便换掉好了。找到它灯泡了，
哇，这个灯泡也是很明确下课，我只是碰它一下而已，它就解体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灯泡我觉得连拔下来拿去找零件的风险都有点太大了，我看能不能把它挖出来。这时候只能换工具了。作为一个专业的德国人，工具箱里面要什么有什么。好，这样就出来了。OK， 先放旁边，然后到时候新的灯泡插下去就好了。OK， 然后再来换这边。我刚把这个灯壳拔下来的时候，我以为它要整个换，就是它只能整个换，它不能换那个单换灯泡就好了。干，那等于说，假设我去车行，他如果拔下来，然后跟我说，你这个要整个换哦，他可能给我看我的这个东西的结构，我可能真的会信了，然后就多花一点钱。但还好我是自己换，就省了一点。但当然不是每个车行都这样，我是说可能少数车行会这样，大部分的车行应该还是好车行嘛。还是我把方向灯也拔出来换一下，好了，方向灯也换好了，反正都要换的，灯泡又没多少钱，方向灯跟小灯其实长得应该是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，只是它的结构，你看它的结构很传统，它就是个小铁丝，都好脏哦，这个小铁丝感觉就是你掰下来之后它就很容易歪掉。所以我等一下去找看有没有那种 LED， 然后是铜片的，我就可以直接插进去，就不会有歪掉的问题。好，灯泡找到了，反正就是各买2颗。然后头灯呢？我头灯呢？这个买1颗这个尺寸的，然后等一下就挑我自己喜欢的颜色。这样放一下应该没差吧？反正就是小巷子里面，我相信这边治安挺好，而且旁边的大哥很燥，所以没问题，我先放着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去买零件，然后回来把它装起来，看它会不会亮。好。OK， 我到那个电子零件的店了。我都来这种地方买灯泡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这边比较好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是12伏10瓦的白灯的，所以我只要找12伏10瓦的。然后是这种2个铜片嘛，你就看一下宽度一不一样就好了。其实差不多，那就随便一个这样子的就可以。蓝色不要，蓝色太泡了。它应该有灯泡，有啊，它有这种灯泡型的。这是 LED 的，基本上都不贵啊，就几十块，红色、蓝色、白色。可这个会不会很明显的一颗一颗的，看起来就感觉不好看？这是12伏啊，瓦数一定不一样嘛，因为它是 LED 的，但是应该没差，电压一样就好了。不然我先挑头灯，然后再配色好了。换颜色的话，连灯座都要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它看起来这个车旧了，大部分都是用原本的啊。对，因为这种我刚去其他地方找，这个有一片的，好像没有这种灯泡。因为它现在算旧的越来越少了。哦。对，现在新的都是那种像汽车灯泡那种旁边3个角。好，没事，会亮就好了。对啊，会亮。对，反正就不要被警察拦下就好。这颗多少？40块。不要改颜色，警察就不会拦下你。他现在拦我是因为他没在亮。对，主要是有时候是想要换那种黄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这种车他不做了他没有没市场了，没有市场，对吧？了解 ，OK， 感谢，好，找到了，好，谢谢，拜拜 ，OK， 经历了翻越了千山万水，终于把东西都买回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买了灯泡，白色是小灯，黄色是方向灯，然后我买 LED 的，因为就说真的，买玻璃灯泡就当然机车材料行应该也有，但是这个才38块，一组38块。我不知道玻璃灯泡可能也很便宜，但是反正就酷炫，都要用了就用自己喜欢的。然后它的头灯找不到新的灯泡可以用，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常见适合的灯泡，因为它也没有改装件可以用，只能用一样的灯泡，所以40块超便宜。等于说我的灯泡所有灯泡加起来才120，超便宜。然后还买喇叭，反正都拆了啊，喇叭本来就没声音了，所以我想说就一起换吧。然后风超级无敌大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，超级夸张大。好，然后这个是3用电表，我也不知道我买它干嘛，就是很便宜，然后很小台。然后我之后要自己修显卡，可能会用到。好 ，OK， 先从哪里开始装呢？我觉得我先把灯泡装上去好，这个感觉是最主要的。我记得我刚刚是这样，我刚刚拔下来的时候，灯泡是留在里面的嘛，所以这颗灯泡40块而已，可以撑好几年，蛮屌的。然后它好像它有防呆吗？有，它有防呆哦，挺不错的哦，这个设计挺好的哦，放上去它就是平的嘛，它平了稳了就可以装这个。OK， 扣住之后就好了，等一下就把它接上去就好。
然后把灯泡都换好，然后测试一下再装壳，不然等下装下去那个没反应，白装。黄色这个是方向灯的，方向灯是上面好。看来这个电路系统不支援这个 LED 灯的部分啊，没事。作为一个聪明的德国人，原本的灯泡都还留着，那方向灯原本没事嘛，所以把它拔掉。虽然它电压都是12伏的，它里面的电路逻辑不太一样，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的车之前也干过类似的事，但虽然我后来调整一下，它是可以用啊，但是反正在这种车上啊，这种老车上，它的电流。它的发电机的电流没有像新车那么稳定，所以这种 LED 灯的灯泡啊，在上面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寿命也不长，因为它电流突波很多嘛，很容易把那个 LED 晶片烧掉，这个都很正常。我们换回原本的灯泡看，好，小灯正常，方向灯正常。好，现在方向灯会亮，小灯也会亮，但是方向灯不能装 LED 灯，因为它的电路系统不匹配。说来话长，但大概就是它不匹配。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就好了。拆都拆了，就把喇叭一起换掉啊。顺便看一下喇叭正不正常。如果这样子换下去，喇叭还是不正常，那就代表应该是线路问题，我就要把线换掉了。但或是按钮了，有可能是按钮坏掉，然后把它稍微敲紧一点，防止它给我半路离家出走。好。啊，这些帽梯真的很方便，你看修车还可以把一些工具给吸都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真的这帽梯真的不错。OK， 好，再来就试一下喇叭。喇叭是什么情况会有声音啊？看来喇叭的部分是按钮的问题呢。没事，装都装了，那就让它在这吧。好，那其他就不调了。这个好像是拿来调那个头灯的，就是它的倾斜角。那有些人这个会调到太高，就变成它就算没有开远灯也会太亮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调回来。但我记得我的车应该是没有这个打鸟的问题，所以我还是不要乱动这个东西好了。这个壳这边是破掉的。好，知道了，下一个就是全车换壳，好不好？我姐留给我的车，到时候让她回台湾的时候，发现这台车被大翻新了，把它变回新车这样。这台车她应该有买10几年了吧？她好像是大学的时候买的。她在大学的时候买，她就已经是2手的，然后就一直骑到后来她出国嘛，她大学毕业之后去卡达嘛，这台车就留给我爸骑。然后我爸基本上就没什么在顾了，他就是那种可能1、2年想到才会换一次机油，然后平常就放着这样，能骑就骑，然后不能骑就再修这样。的那种照顾方法，所以这台车其实我姐买2手的，到我爸第3手，然后到我这是第4手，然后中间我姐那时候可能还有在顾，稍微加减换个机油什么的，但我爸基本上就不顾了，可能老车啊放着也不会坏，随便啦。所以到现在加上上次那个3陀尔台风，我停在西子湾那边，这个仪表板爆掉，我也懒得修，我就觉得没有差，因为这台车实在是太经典了，你知道吗？它是战车结果我刚刚装超久，我终于发现了，我不知道合不合理啊，但我觉得有改善。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，好，就是我刚刚壳呢在这边装了很久，然后就这边一直会凸起来，然后一直不太合，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公差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，一点点还可以接受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刚刚壳装上去侧边这边就一直有一些很奇怪的，反正就是缝这样子，然后这边调了很久才发现，我把这一块东西它原本在这个铁片的下面，然后我把它拉上，因为我就觉得我拉它整个壳都会动，所以我想说那我把它拉上来看看，这样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就总觉得我把它往外拉会比较，不知道为什么装起来比较顺，所以我就把它往外拉，然后往外拉之后我就发现它其实可以卡到这上面，我就把它丢到这上面来，然后我就把我的壳装起来，就好很多了。所以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专业修摩托车的知道 RS100的这一颗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上面，但至少我现在这样装感觉合理很多，所以有可能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东西掉下去了，导致它这边一直有公差，
其实之前我就有注意到这个公差，我看了就很不顺眼，但是就也没有多想嘛，就觉得反正就这样啦。但是自己因为拆掉再装回去，就觉得看得很不顺眼，所以调整一下，发现这个东西好，希望有知道的观众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装的。但反正现在看起来是好很多。那我的壳应该就快要装好了，终于哦，搞了半个小时哦，这个步骤。又再一次不可思议的展现了这个德国的手作精神了。这太会修东西了，太有天分了。再来我要继续找我接下来可以修什么了。毕竟这种低成本的东西，我随时都可以修。那至于厨房跟浴室，这个真的大家再等等。我很想要把它做出来，但目前还在计划中。好，然后基本上这个灯就是现在看不太出效果，等晚上再展示吧，我觉得。